为什么你的思想和自由意志会被一些奇怪的寄生虫给控制，就像是电影里的僵尸那样，没有自身的想法，变成了行尸走肉。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其实比面对死亡还要可怕。可能你会觉着僵尸这种东西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存在的，只是我们幻想出来的。但是在自然界里，确实有很多生物会被控制思想，变成傀儡。包括人类也会被菌群或者寄生虫给控制，导致性格和行为模式都出现非常大的变化。那甚至有人觉得，不同民族国家之间性格的差异，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被不同性格的虫子给控制的结果。而这一切就都要从生活在热带雨林中的卡彭蚁开始。因为它是最早被科学家系统研发并且被证实的行为受到寄生菌操控的动物之一，甚至还给它取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名字僵尸蚂蚁。那只要它被一种叫做单色虫草的真菌感染之后，就会完全的变成傀儡。那正常来说，这种蚂蚁一般都生活在大树上，只有在感到危险或者要搬家的时候，才会通过地面转移到另一棵树上。那也就是在这个期间才让地面上的真菌孢子有机会粘在它们的身上。而这些真菌孢子在粘到它们之后，还会散发一种特殊的酶，可以在蚂蚁的外壳上钻出一个小口，之后进入到血液里，开始疯狂的扩散繁殖。而在最开始被感染的1周时间里，这些蚂蚁它是不会出现任何异常行为的。但只要真菌在体内繁殖到了一定的数量之后这些蚂蚁就会失去对自身的控制权。也就是说虽然从外表看起来跟平常没有什么区别，一样的可以正常活动干活，但所有的行为就已经不是在出于自己的意志了。那它们会被真菌控制着离开生活的蚁群，在地面上没有目的的乱晃，直到发现一棵比较矮小的树，它就会爬上去控制蚂蚁的下颚肌肉，一直咬住距离地面25厘米左右的树干北侧。那这是因为北半球的光照一般比较少，湿度基本都在94%到95%，温度呢也正好在20到30度之间。那这种潮湿的环境就会让寄生真菌加速的从蚂蚁的身体里长出来，继续的去感染附近更多的生物，形成一个完美的循环。而这种被控制的现象它不光发生在蚂蚁身上，像是螃蟹或者蜗牛这些生物也同样会被寄生虫控制，主动的去找到自己的天敌，把自己吃掉。而会这么做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们在最终宿主的身体里才可以更好的繁殖。所以对寄生虫来说，只是简单的为了生存和延续生命。那当然，这种被控制的情况也会出现在人的身上，甚至还能影响我们的行为和心理。那比如弓形虫，它可以寄生在很多温血动物的身上，甚至大概有30%的人都被它给寄生过。那虽然对大部分普通人来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如果是孕妇被感染了，就很有可能会导致流产或者胎儿不健康。那虽然说弓形虫也会寄生在各种生物的身上，但它的最终宿主却是猫科动物。也就是说，猫科动物的肠胃更适合它们去生存去繁殖，而其他动物对它来说也只能算是一个中转站。所以弓形虫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会操控宿主去送外卖。那比如一般的野生老鼠，它在看到猫尿的时候跟压力相关的荷尔蒙瞬间的就会快速上升，基因会告诉它要保持距离，这种气味是非常危险的。那尤其是在看到同类的尸体之后，正常的老鼠都会想办法尽快的避开或者逃跑，因为这代表是附近有天敌的信号。但是被弓形虫寄生的老鼠却会在同类尸体旁边瞎溜达。那看到这儿的研究人员就猜测，有没有可能是弓形虫改变了老鼠的思维，而在经过了长期反复的实验之后就发现了一个问题。那些被感染弓形虫的老鼠确实胆子会更大一些，也更有冒险精神。它们不但不会躲避猫的尿液，甚至还会主动停留在有猫出现的附近，被吃掉，完成自己的使命，让弓形虫可以进入最终宿主，也就是猫的身体里。那为了验证这个结果是不是真的，科学家还解剖了被弓形虫感染的老鼠，发现了在它们的大脑皮层中确实出现了炎症反应，分泌了也比平时更多的神经递质。而这些神经递质它是可以降低恐惧感，同时增加多巴胺的分泌，让老鼠变得更加勇敢。而类似这样的现象在兔子身上也出现过。那尤其在2003年有一项针对857名成年人的调查中发现，
感染弓形虫的人更容易冲动，比如控制不住自己想要乱花钱、暴饮暴食，对比那些没有被感染的人更加的不守规矩。而到了2002年，有一项针对146人的交通事故调查中发现，其中大部分的人确实也都被感染了弓形虫。那这也就说明被寄生的人确实会变得更加冲动，甚至在极端的情况下还会自残，或者间接的导致出现事故。那问题就来了，弓形虫控制人类的行为到底是好处多还是坏处多？那其实如果按照现在社会来看的话，这种冲动跟冒险的行为对我们来说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但如果换一个场景，在原始社会里，人类还没有达到食物链的顶端，而当时的大型捕食者基本都是猫科动物，所以原始人在感染了弓形虫之后会增加冒险的行为，也就更容易被大型的猫科动物给捕食到。这也是弓形虫在几万年前就已经进化出的生存策略，通过改变宿主的行为和心理，让他们更容易被最终宿主给抓到，进入猫的体内完成生命周期。而现代人虽然不再是猫的猎物了，但我们还是跟它生活在一起，比如家养的宠物猫之类的。那甚至在一个调查实验中还发现，就是让那些感染弓形虫的人去闻各种液体的气味，然后给这些气味去打分，而其中分数最高的竟然是被稀释过的猫尿。他们认为这种味道会让人感觉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安心。那相比之下，没有感染弓形虫的人就不会觉得猫尿的味道好闻。那这就代表弓形虫真的会影响我们的心理和生理，让更多人去喜欢猫的味道，增加寄生虫进入猫体内的机会。那包括在全球不同的地区，弓形虫的感染率也有非常大的区别。比如在法国有 85% 的人都被感染了，因为当地的人比较喜欢吃半生的肉，而我们的感染率只有 25% 左右。那所以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我们看到的外国人性格更奔放，更有冒险精神，其实是跟弓形虫的影响有很大关系？那最后说一个哲学性的问题如果弓形虫真的可以影响我们的行为，那么人的自由意志到底还有多少？到底谁才是这个身体真正的主人？